假设你在玩博彩游戏，第一轮你已经赚了1000美元。当指针停留在奖励区域，现在你有个选择，再给你500美元奖金，或者再投币一次。如果正面再得到1000美元奖金，如果反面什么也得不到。第二轮游戏你已经赚了2000美元，当指针停留在惩罚区域，现在你有另一个选择，或者损失500美元，或者再投币一次。如果是正面，不亏不赚；如果是反面，损失1000美元。如果你和大部分人一样，你可能会选择第一轮再拿500美元，第二轮选择投币。但是仔细想想，完全没有道理。2次的赔率和结果是完全一样的。为什么第二轮的选择让你害怕？答案是我们称为损失厌恶的现象。在理性经济学理论中，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数学等式来做决定：风险程度除以赌注数量。但研究发现，绝大部分人害怕损失的负面心理影响2倍于获得收益的正面心理影响。损失厌恶是一种来自于大脑快速判断的认知失调。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式来源于从前的经验和直觉，而不是仔细的分析。脑力捷径、快速思维导致不合理的决定，不同于热恋或悬崖上的蹦极，逻辑谬误很容易被证伪。当存在概率时，大脑更容易做出错误决定。比如投掷一个4面绿色、2面红色的骰子20次。你可以在下面的结果中做出选择。如果正确，赢25美元。如何选择？一项研究显示，65%的大学生参与者选择 B。明显的 A 比 B 更短，并且包含在 B 中，就是说 A 更可能。这被称为链接谬误。我们期待能看见更多的绿色，大脑玩弄我们，让我们选择更不可能的答案。快速思考在处理数字时也特别糟糕。在一个实验中，学生被分成2组。第一组被问到，甘地死于9岁前还是后？第二组被问到，甘地死于140岁前还是后？这2组问题显然都是错误的。当学生被要求猜测甘地什么时候去世，第一组学生平均答案是50岁，第二组67岁。当然，最早给出的信息都是错误的，应该不相关，仍然影响学生的判断。这是锚定影响的例子，被用于营销和谈判，用来增加人们愿意支付的价格。如果快速思考导致上述的错误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原因是它们相当有效。大部分人类历史，当信息有限时，生存依赖于快速决定。当我们没有时间逻辑分析所有可能性，快速决定有时候让我们活下来。但今天的环境需要做出更复杂决定，这些决定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容易存在偏见，影响健康、教育、经济和司法公正的方方面面。我们不能关闭大脑的直觉思考，但是我们应该学会了解它们。当处理数字问题、概率或者复杂决定时候，等一等，直觉给出的答案也许根本就是错误的。确保您订阅了这个频道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学习新鲜玩意儿的机会。